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英俊的野人哥哥，对不对，小伙伴们？你看这个，咱们冬天了，现在天气寒冷，储存脂肪多么重要，对不对？因为野人哥我储存这么多的脂肪，备冬，对不对，小伙伴们？所以说我不怕冷，还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很久没有出来野营，应该这样说。我今天到我的这个捡伙食的这个小河滩这边，小河滩这边这个环境，我一直就觉得很舒服啊。小枯藤老树没有压，对不对？小桥流水，马上这里有个家，对不对，小伙伴们？啊，咱们废话少说，不啰嗦，直接先把我的营地搭起来。我今天搭建营地所需要用到的东西都在我的一个背包，也就是一人一包一家，对不对？咱们这个 BC 啊，就是应该有一个小小的、很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营地，是吧？我的整个营地打造，我的一个包包含全部所有的东西，吃喝拉撒住所有的整套。这个是一个小的一个龟甲杯，然后套装的这个吊锅杯，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东西。这个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吊锅杯，可以用来煮汤的。这个就是美式的这个炒锅、煎锅一体化的一个带饭盒，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吊锅杯。然后我的这个调料盒是吧？咱们这个做中餐呢，调料是必不可少的啊，所有的调料非常齐全，油啊、盐、味精、鸡精，这个是桂皮、花椒、红辣椒、生抽、油、料酒，基本上该有的都有。然后这个是我的。小工具杂物包，我带了一支牙刷，然后呢，一支莫拉的小钩刀，一个木勺子，还有一个我采集野菜可能会用得着的这样的一个挂在皮带上的，挂在你的腰带皮带上的这样的一个超便携的小收纳包，当然也是我自己制作的。还有就是，咱们在野营玩 BC 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咱们做手工。玩手工的话，必不可少的。这个我觉得最好用的还是咱们的这种中式的这种刻刀，多功能的，2大2小。这个也是这个是手工锻打的一个中式的刻刀，这个外包装也是我自己去做的。还有就是咱们的帐篷，也就是天幕，啊，外面有一个皮带可以把它给收纳。还有这个是我的多功能的吊床、天幕、挡风墙，这个小椅子，担架床，多功能都是它。好，哦，还有一个，咱们做户外做饭呢。在这个背包的这个反面，肯定要用上砧板、小砧板，这里面祖传小砧板，对不对？放在咱们背包的后面，也可以做一个背包的结构增强。这个背包也是我自己去设计制作的，在咱们顶部有这个捆绑收纳的系统，底部也有，然后侧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是外挂点，很多的外挂点。然后侧面再绑上这个扎带，也可以捆绑你的睡袋呀之类的一些用具。2毫米的风马皮，全部是2毫米的真皮风马皮。一个复古的这样的一个外观造型。对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位置是我放斧子的，这个位置是我放这个折叠锯的。这2样东西的用的频率比较高，
我觉得啊很有必要把它放在外面，放在里面的话还要把背包揭开，然后再去拿，很不方便。然后还有一双户外用的这个牛皮工作手套，这个是必需品啊，小伙伴们。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去设计和制作的。我今天搭建营地所用的这个材料啊，就是竹子。因为我这个小场地，小伙伴也看到了，我这里没有，我使用的是天幕。天幕这种东西啊，需要一个固定的一个支架，要么有2棵树是吧？要么有个东西可以去靠着它。然后这里也没有。这个竹子啊，是我之前在这个小河边去拍我的装备的一些图片的时候，然后所使用留下的。刚好我今天可以继续把它用上。同样也是因为我到这个小河边过来，在这里拍那个装备的一些照片的时候啊，觉得这个位置啊蛮舒服，刚好这2天有太阳，所以说计划今天过来这里来野营、露营，然后顺便体验一下、使用一下我的这个新装备，看看顺不顺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这个竹子用现成的，我就不用再去浪费的去砍一些。如果小伙伴跟我一样使用同样的装备啊，也可以参照我所使用的这些搭建的材料。第一个是竹子，第二个或者你可以使用那个黄金条。黄金条在很多个省份都是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灌木乔木，长得大它是能长成好几米乔木状态，然后它又直，然后跟这个竹子也差不多粗细，是吧？然后咱们把它锯下来搭在那个骨架是非常合适的。好，废话少说，我直接开干，对不对？这个是一张多功能的吊床，它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让我以不同的跟吊床一样离地以不同的形式去组装的。待会儿它还有什么用途，我再搭建给小伙伴们看。首先你需要准备的是又粗又长又硬的2根竹竿，或者说木棍也行。非常的简单，对不对？这个是我的百用的多功能的天幕，它不仅仅是一个天幕，它同时还是一个雨衣。在它的这个反面，专门有5个那个皮环，那个皮环穿上绳之后，刚好就锁在脖子这个位置，披在头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雨衣，很实用的雨衣。把这个绳索扣在咱们这个天幕的这个第2个环上面，然后刚好我这个三角支架有一根竹子啊比较长，我在上面锯了一个槽，把它给装上去。
这边的这个小架子啊，是用来放我的锅盆碗灶和一些工具。假如说如果因为现在入冬了嘛，假如说如果晚上下雨的话，我的工具全部扔在地上，肯定会被水淋湿的。这块位置啊，也经常涨水，但是小伙伴们放心，我选的这块位置涨水不可能把我淹没的。然后挂我的东西非常好，一个小架子。好，现在我要做一个挡风墙。晚上这个小河滩还是有一点风的，风现在不定，有时候是从这边吹过来，有时候从那边吹过来。但是我想把这个我的这个挡风板放在这块位置。地上这个引火堆和这些木材，这个是我之前过来去拍一些装备所使用的这个引火堆。但今天晚上我不会用这个引火堆，我有一个好玩的小东西，待会儿再给小伙伴们展示。我先把挡风墙做起来。其实这个挡风墙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担架床，也是吊床，也是一个小型天幕，也是一个椅子，用个超大的三脚架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一个躺椅。其实我包里面配了两个这个吊床，另外一个吊床我把它给拿来当做我的这个挡风墙使用，多功能的。在这个顶部这个位置，先穿这个小的这个环，然后再穿中间这个大的，过来把这个小的再穿上。从咱们这个预留的气眼这个位置穿过去。咱们在户外野营的时候啊，一双牛皮手套是必备的。然后这个我那个小龟甲杯，当然咱们这个一只折叠锯是完全有必要的。一个小汤锅，多功能的煎锅、炒锅、饭盒。带一个一体炉头和一个小的这个煤气的吊锅套，这个是作为一个备用的紧急使用的一个方案。当然还有我这个必不可少的娱乐工具，对不对？中式的一整套的雕刻刀，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用这个中式的雕刻刀。中式雕刻刀这个功能性要较国外的这种钩刀功能性要强一些，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用的。晚上我的头就会放在这个位置睡，刀在我的头上，我会很安全的，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抓绒的小毯子，也算是一个抓绒的小睡袋吧。这个会把它给垫在我的这个床铺的底下。然后这个是配发制式的这个09式的这个羊毛毯，这个羊毛含量是60%，然后呢重量是这个是2公斤的4斤的。我们这边的我是湖北荆门，我们这边的晚上气温这2天的气温还好，这2天气温晚上气温应该是在个4、5度的样子吧。我想试一下这个，我没有带睡袋，没有任何额外东西。我想试一下这个4斤的抓绒毯，羊毛毯，正儿八经的羊毛毯，4斤的羊毛毯能不能支撑我晚上的这个小河边、小河滩这个位置？因为现在没有什么风，如果有风就不好说。看看能不能够让我舒服的保暖。今天我要挑战一下，我从来没有用过一个毛毯子在野外睡过觉。我的小营地基本上，整个背包所有的东西整个都含在我的背包里面。当然，除了搭建材料，小伙伴们不要跟我杠，好吧？杠没意思。搭建材料自己野外取材就可以了嘛。你玩 BC， 你在野外连搭建营地的一个材料你都懒得去取，你觉得嫌麻烦，那么咱们啥就不说了，好吧？
一包一人一个家。自己动手去搭建这样的一个小营地，它才是一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玩的过程，对不对 ？Bushcraft 它就是玩嘛。我要去拿我今天晚上过夜的神秘物件，小伙伴们。这个就是我的好玩的小东西，小伙伴们。这玩意儿肯定很多小伙伴都很熟悉吧？啊，一个小小的20几公分的、10几公分宽的小的这个木柴炉子，晚上的取暖做饭完全就靠它。这个是一个钢板款的，它不是不锈钢，但是也蛮厚了，这个2、3毫米吧。重量大概，反正我能够一只手把它给拖着，重量大概估计在10来斤吧，10几斤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便携度应该还不错了。网上有很多这种同款的这种小炉子是那种便携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本身就已经够小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我还没来得及去给它做一个套，对不对？一个袋子，用手可以提着，10几斤都提不动吗？小伙伴，是不是 ？So easy。泡过蜡的这个麻绳呢，它的燃烧时间比较久一点。最后再放上咱们这个松明，用它来引燃松明。松明也是很易燃，看到没？有油脂的地方。小炉子，我去！跟火车似的，不过不要担心，不要惊慌，小伙伴们，因为我在里面放了大量的松明，松明烧出来全是黑烟，一股浓黑烟。待会儿等松明和把我的这个其他这个湿木材啊全部给引燃之后，那么整个烟应该会好很多啊。这种烟不太科学啊，正常应该不会是这样的。等我的那个火整个都旺起来之后，应该是没有问题。好，我现在要开始准备我的晚餐。现在已经快要天黑了，已经5点6点钟了。我们这边6点钟就天黑。有之前看过我的这个视频的小伙伴啊，肯定知道我现在首先要做啥东西，对不对？你们英俊的面饼王哥哥，对不对？花式面饼，哎呀，今天我要用这个我们湖北荆门这边这个特产烟熏的香肠，然后来做一个面饼。哇，这冰箱冰完之后切出来有点惨不忍睹啊，小伙伴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正常情况下，咱这个肉肠是不会这样散的啊。这个有点太干，可能是适当就可以。做这个面饼之前，我还要再弄碗汤，因为晚上这个气温肯定比较冷。晚上我是这个4斤的这个羊毛毯，我不知道这个羊毛毯够不够用，我自己也没有试过。但是我今天还好有这个小炉子，如果晚上太冷的话，我会烧炉子，然后再喝点热汤。
炒的差不多，加上水。然后盐适当，啥叫适当？小伙伴们，感觉是吧？差不多就可以。我也不知道适当是多少。然后还要再继续还是煮一会儿，我先把这个锅给洗一下。OK， 最后再放上一点灵魂是吧？小葱花，这个是我刚刚找附近的村民借的啊，没有葱花的鸡蛋汤它也是不完整的，对不对，小伙伴们 ？OK， 咱们这个鸡蛋汤就放在这里，把它温着。我要来做我的面饼。OK， 把它稍微抖一下，抖平整。我刚刚突然发现，我那个油可能用错了，用的是香油，因为我发现你倒进去马上就起泡，这个按照我的经验啊，香油是会起泡的。我来尝一下看看我的这个蛋花汤怎么样。啊，神作啊，小伙伴们，真的。好吧，不太完整了。一级棒，小伙伴们，真的很好吃。很脆，我就喜欢这样的口感，不要有点嚼劲的啊，像那种一推就倒啊，不是一嚼就软的，反而没什么兴趣，对不对？还有我的这个烟熏的小肉肠，好香啊！还有我的这个烤小土豆，小土豆要多烤一会儿。要把整个外壳要把整个外壳烤得非常非常的焦，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土豆心才烤好啊。这个放在火炉边慢慢烤，等我半夜饿了之后，宵夜，这个不着急，慢慢来，对不对？晚上小河边，其实有小伙伴会说啊，晚上住在这个小河边呢。旁边这个水的这个声音很大，会不会睡不着？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还是因人而异吧。因为我是常年住在那个国道边上，国道上那个大货车把我家的窗户玻璃都给震破了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特别在户外，躺在小床上，然后听着外面的小的流水的声音，很安逸啊，我觉得。熏肉肠绝对是一流的，小伙伴们。小炉子这个火力我觉得还不错，然后燃烧起来之后啊，顶部几乎没有什么烟。现在有烟是因为我的木材太长，我把炉门没有关上。然后呢，晚上我会在这里休息，主要是为了想去测试一下我的这个09的这个4斤的这个羊毛毯，在这种5度
6度的这种夜间，4度到6度之间的夜间情况下，就是我本人使用来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从来没有用过毯子在外面睡过觉。如果半夜太过于冷的话，我会那个把小炉子继续点上。当然，小炉子今天一晚上都不会灭的。BC这样的一个小营地，是吧？咱们搭建非常简单，然后做点吃的也非常的简单，肉、汤，是不是？我的这个背包包含了我的整个营地，除了这个小炉子，这个小炉子回头我做一个套，是吧？一个袋子，把这个装上，提起来就走。这个10几斤而已啊，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不需要去追求那种很极致的折叠的那种小炉子，无所谓，我用的比较少。我会把这个小炉子去放到我的那个小木屋，看一下给我的小木屋取暖的话，能够温度提升到多少度，能不能够我们近乎于裸奔一样的在小木屋里面这个躺着。我想试一下，非常期待试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小木屋的整个面积可能跟我这个小营地还小一点点。如果小伙伴对我的这个营地我比较追求这个1人1包1家。这就是咱们 BC 嘛，对吧？搬家式的那种露营啊，今天不要讨论范围之内。我看了一下，我起码要买个双排座的小货车，我才能把那一套装备全部购置齐全我们就玩玩 BC 也挺好的，对不对？自由自在的躺在小河边听着水流声。鸡蛋汤真不错。我的小床，吊床，多功能。哎呀，好有弹性呐！其实我的这个天幕它不仅是一个雨衣，里面这个位置还有几个挂点，可以用来挂我的帐篷灯或者其他一些不能够淋雨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在我的顶部这个位置上来，前面前沿还有一个30-40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应该不是正面吹过来的风的话不会有问题的，雨不会淋到的。多么有弹性，很结实，对不对？其实我非常推荐小伙伴们做2个小三角，把你的这个床支起来，比睡吊床单纯的吊床要舒服。吊床它弯的这个角度太大，然后呢，比你睡地上也要软舒服。等会泡点茶，然后喝一口茶之后，基本上可以睡觉了。好，小伙伴们，回头咱们再聊，告诉你们我的这个羊毛毯的这个使用感受到底如何。其实我在车上用它睡过没有问题，4-5度、3-4度的时候，我在车上用它裹着没有问题，但是纯粹的在户外我不知道。回头咱们聊，拜拜。